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想看城市，托有全国巡演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毛阵营目前有4组演员晋级，盾阵营有13组演员晋级，30个晋级名额，目前还有13个名额。有可能直接晋级吗？绝对的，直接进了。全场最高，这最高啊，最高，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女演员。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了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第2季的第2赛段矛与盾之战，欢迎各位。本轮 PK 中胜出演员所在阵营将继续派出演员表演。本赛段一共有30个晋级名额，目前还有13个名额。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是盾阵营领先，因此盾阵营要派出本场率先出场的演员。这位演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她是极有亲和力，一位神仙姐姐，掌声欢迎山河。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山河，你们好吗？二楼的朋友们好，二楼的朋友们好。哎，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呀，今年是第2次参加节目了，对吧？刚刚上台前，大家都说他们很紧张，我说我也紧张。他们说你紧张啥？观众喜欢你，你站台上一笑，一个酒窝就10票。那我总不能站在台上说我是大家好，我是山河，话不多说，都在酒窝里了，投票。但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心里话，真的，因为我真的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我才是最开心的。其实私下的我真的不容易开心，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爸就教育我说，开心的前提是优秀啊，在我们家考得好开心行，表现得好开心行，什么都没干开心死刑。你还敢买玩具买零食立即执行。因为我爸是个警察嘛，你别说提供情绪价值了，他擅长没收你的情绪价值。因为我小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周6晚上看《快乐大本营》，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但是在我们家，你看可以，不能笑，容易把我爸招来。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好。有时候看得正开心，笑得正开心，站在你旁边，突然站在你旁边，马上期末考试，不要高兴太早。我不知道高兴太早会有什么恶劣的后果吗？那些犯罪分子不会是因为太开心被抓的吧？黑帮老大跟小弟说：“你去把那个人做掉。”小弟说：“做人吗？最重要的是开心了。”当场击毙。我爸就
老是这样，他就总觉得很多事儿是不值得开心的。啊，你像我去年其实节目上有一段还上过热搜啊，倒不是咱们理解的那种，你打开微博最上面几行不是，是你点开右下角更多热搜，一直往下滑，第48位，能看到我当时特别激动，就你知道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第一次上热搜，我 WiFi 都断了，我说姐有流量了现在。我赶紧截图发到我们家群里面，切换回来一刷新，热搜没了。导演过来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说明咱们这条有热度，我们多找点人推广一下，做做数据，给这条视频加热。我说哎呦，你说导演就是会说话哈，买流量说买流量嘛，加热。我说不用加热，爆炒 all in， 买到热搜榜第一，打开微博第一山河脱口秀，第二特朗普遇刺。所有人打开微博都懵了，说这个人是谁呀？是他煽动的刺客吗？我爸听见了，开始说我数落我，说你假的数据做的东西值得开心吗？你值得骄傲吗？你什么时候能凭你自己的真本事上一回真热搜呀？我说人家真本事上的热搜都是得花钱撤的呀。但你别看我现在在反击，在吐槽，对吧？但这是段子，我真的是在写这个段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就是下意识不允许自己开心。我段子写不好就不允许开心，我比赛比不好我就不能放松，我就特别容易焦虑，一焦虑就不来月经，一比赛就不来月经。我去年走到总决赛几个月，我以为我怀上了，每天还要在家写稿子，也不知道梗跟月经哪个先来，还好最后都来了。就是量都不大。哎，所以我现在觉得让自己开心是种能力，对吧？就是应该让自己开心，尤其是压力越大的时候，就越哄着自己开心。那我真的别说什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就花在刀把上。我妈整天问我说：“你买这些手机壳、盲盒什么玩意儿，这些东西有用吗？不浪费钱吗？”我说：“你别管，能来月经。”这不是浪费，这是我的挂号费。谁说没有意义了，对吧？秦始皇还有好几坑的手办呢。对吧？一统天下压力多大呀，到现在还有隐藏款呢，是吧？所以其实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觉得最容易快乐的方式，最低成本的快乐就俩字儿，出片儿。你们懂吗？我真的太享受姐妹们给你拍照的时候提供的情绪价值。几个手机对着你说，哎，就这个角度，对对对，好看好看，哇，好看好看好看，迪丽热巴。好好好，现在把脸转过去，算了，转回来吧。啊，我更享受大家拍完照之后那片宁静，低头一言不发，开始修图，熟练切换各个 APP， 精准调整每一个参数。我说哇，这是闺蜜吗？这是女娲。你有时候还不好意思看着修好的图说，哎呦，要真长这样就好了。他们异口同声，你就长。闺蜜来了。我太快乐了。但是我这2天发现，就算是这样最低成本的快乐，最容易的快乐方式，一直在被批判。很多人不喜欢爱出片的女生，说出来玩啊，就是应该享受风景，只知道拍片不行啊，不要让出片文化毁了你的假期。笑死，我不是为了出片我都不出来。对吧？我的假期是出片毁的吗？我假期是没出来片毁的。有的人很奇怪，我们至少出片了，你没出片，你出书了吗？你出头了吗？你连梗都出不了。你给他爸了吧？对，自个儿扒自个儿，净出丑了啊！我那会儿就明白，不是什么快乐方式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延迟满足、及时满足。有些人看见你快乐，他就不满足。有的人说的很严重，说你们拍照片、修图发到网上，不就是为了被关注、被认可、被夸吗？对呀，对呀。谁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被关注、被认可、被夸呢？对呀，对吧？
我也没见过谁一夜爆火之后视频下架、账号注销、归隐田园。如果有就是查到啥了。陶渊明也是被迫归隐啊。陶渊明喜欢归隐吗？他写那么多诗是留给自己看的吗？你要说陶渊明喜欢归隐，我就说勾践爱长苦胆。真正喜欢归隐的是张博洋。陶渊明的诗是死后200年才流传千古，才被大家知道的。我觉得如果他早点被关注、被夸、被认可，他会更开心。他都不叫归隐，就叫转型。东晋李子柒，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直接爆火上综艺，种地吧明明。所以我觉得啊，可能我很难让自己更优秀，但是我想让自己更快乐。谢谢大家，我是山河，谢谢你们。哇塞，哇，太棒了！我290啊，直接定了，我感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谢谢大家。啊！确认完了就行了，不用举起来给他看啊。看到了，看到了。来，山河锁票倒计时开始。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观众真的是特别好，第一排的姐妹们投完之后都要给演员看，说真的投了。山河为什么选这段？这是我一直就是去年录完节目之后最大的一个情绪，就是向内去看自己、认识自己。我就发现我好像真的是一个很难快乐的人，因为可能认识我的朋友，私下里跟我交往很长时间的朋友都说，你看起来2个酒窝，你笑得好开心啊，说你还是喜剧演员。但是跟我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很难开心的人，我不容易快乐，尤其是我也很难跟自己待在一起。我只要跟自己待在一起，就容易 emo。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很想去迪士尼，但是我去年在上海录节目这几个月我都没去，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只有比好了，我只有拿到好成绩。但我去年成绩挺好的，但是去年成绩好完了之后，就有人告诉我你要准备线下的段子，你要准备你要跟大家对比什么的，我就觉得还是不能放松，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得让自己快乐，就是很重要。是的，是不是罗老师有感觉？大张伟有感觉？太有感觉了，他真的更快乐了。对，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极其的赞同，就是要让自个儿高兴，就哄自个儿开心这件事儿。我前一阵就干了一件特别哄自个儿高兴的事儿，极其的无聊，我就莫名其妙买了一个包公的玩偶，就为了那一句，打开快递一开封，开封有个包青天，就为了这么点事儿，莫名其妙买一个包公的玩偶，就是为了逗自个儿高兴。我一直花钱会觉得难受，就是花钱会浪费钱。然后我前2天也是看到网上有那个什么会唱歌的洗手液之类的，我说是不是？我跟你说，要拥有一下。我觉得人活着特别要注重4个字儿，叫做心血来潮。对，来听一下对于你的开封有个包青天的这个快乐，李宇春老师的评价。李宇春，他听完很快乐呀，春春还可以吗？好怪呀！因为我确实要买，因为再不疯狂我就老了。但是我认同，我非常认同大佬说的，要哄自己开心，得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要让自己高兴的事儿。我让自己高兴的事儿一共有没几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吃东西。吃东西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山河今天讲到的，就是那个手办。对，就是这个开盲盒。就这2个是最大快乐啊！吃东西占了80%。对，差不多。这个舞台上那种特别简单纯粹的快乐，好像后边随着大家越来越有深度，越来越有思想，越来越有表达以后，好像变得有点稀缺了。但是你这个就是让我想起来那个智胜那种，就是那种纯粹简单的快乐。是的。但其实仔细想也不缺深度，因为它有一些人生的思考在里。这是最好的深度了，最终就是要快乐嘛啊！对，所以特别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山河，因为上一季他有一场好像说讲胖又怎么样，然后你就讲了一大堆胖的那种快乐。情绪性进食有一篇。对，那个跟这个是一个感觉，一个高度的，特别快乐。很高兴看到这个最好的状态又回来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特别能够共情山河，就是我也是一个内心好像时刻有一些小焦虑，紧绷着那。对，我总觉得我要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之后，我可以彻底的放松。但问题是你工作不断的会出现。就是你在一种平静当中，内心反而莫名其妙的不平静。对，就这是种特别很讨厌的，但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接受。
就是我们演出时间久了，都是晚上8、9点。有一次没有演出的时候，8、9点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开始说，我这会儿应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好像你去看演出啊？对，就是可能想要去剧场了，就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无所事事是一种美德。我可以无所事事，但是你真的，如果你特别享受、特怡然自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我真的很希望跟大家说，也是跟张哥说，这个叫无条件快乐，对吧？就是说你不能等你有钱了，然后你赢了，然后你超过别人、超过自己，你才快乐。那你得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是的，就没有条件，我自己让我高兴，此时此刻我就快乐了。希望我们永远快乐，好吧？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山河真的讲了脱口秀之后变得更快乐、更自信了。山河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焦虑、非常非常拧巴的人。脱口秀把山河重新养了一遍。山河的亲和力太恐怖了，就是他是一个开场演员啊，观众会把投票器举到他的酒窝前面，说给他投票了。我从来没在这个场上见到过观众会异口同声的补齐他将要说的一句话。你就长，闺蜜来了。我也非常好奇，校友团的4盏灯都亮了，1排的姐妹把投票器都杵在眼前了。那么山河的表演结束之后，他能不能直接晋级呢？这290不过吗？山河到底得票数多少？请看。你觉得能进？290。山河仍然要接受毛阵营的抢麦。我觉得应该没人站，可能要抽球球了。没有人主动抢，没关系，我们节目怎么可能容忍没有人抢呢？我们还有非常精妙的设置，叫做有缘箱，看一看山河能抽出来的有缘人是。山河还是老规则，什么都不要看，就是抽。来，山河。不要火锅吧？可以。好，来了，就这个吧。谁呀？火锅。火锅来了。没事儿，没事，火锅加油，加油！下一位要和山河1对1的这位演员，以前是一名云南的警察，上次和我们聊了他的新警察故事，今天要和我们继续聊聊他的云南故事。掌声欢迎火锅！第二次超高了。谢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喜欢警察。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我披荆斩棘的成长经历。我小时候呢，其实做过留守儿童，和动物一起生活。我的老家呢，在西双版纳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有多小呢？那会儿，我们村都没有名字，所有人都叫我们村哪的，翻译过来就是那里，那里。哎，要是在我们村口立个牌子，只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那里。当时我爹我妈要打工，就把我从城里送回了那里。去之前，我妈跟我说，农村里有些人会欺负女孩，所以她给我剃了一个寸头。她说，要是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是男的。那个时候呢，我住在我爷爷家我爷爷家里养着猴子、孔雀、斑鸠和猫头鹰，都是我爷爷救助的。我爷爷迪士尼在逃公主。结果我半夜去院子里的茅坑上厕所，我们家那个猫头鹰本来是背对着我，突然就180度旋转它的脑袋来看着我，眼睛还发着光。然后它开口了，驾！那天我才知道，
女人也可以站着上厕所。还可以跑着上厕所。城里来的留守儿童没得什么朋友啊，我就去逗家里的猴子。我看着猴子，猴子看着我，下一秒就反手给我一拳，我的额头直接流下一股血。哎，现在这道疤还看得到，前排的朋友应该可以大概看到一点。啊，就是猴子干的。哎，你们看，我额头上又有疤，我们家又有猫头鹰，云南有自己的哈利波特。我从小就知道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那里。我妈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那会儿我们村的女孩都没法读书，我妈通过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所以她坚持让我上学。哎，但是镇子小学里的那些人看不惯我，他们把我围住，问我男的女的，我说男的，结果他们笑我像个女的，是变态，用这个理由把我打了一顿。我就想了个办法，找猴子学猴拳，我就开始单挑猴子。猴子可太会干架了，他可以双手抱住我的头，然后双腿开始蹬我，感觉我就是辆共享单车。他来扫着我，骑着就走了。我就发现啊，近身战没用，我就找了根杆子，我去戳他嘛。猴子就使出了他的终极杀招，朝着我扔他的粑粑。Oh shit！ 你们可能没有被猴子扔过粑粑，很准。等我回到城里上初中啊，我依旧留着寸头，我觉得这样很方便。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全校都在传，说初2、3班有个不男不女的变态叫东方不败。有几个人看我油盐不进，他们就把我围住要打我。带头的那个人说：“你就是那个东方不败啊。”也没有谈，就硬吐。我们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像男人的变态。哎，伤害我的不仅有他们的拳头，还有他们的理由。你们听听看，哎，怎么我一会儿像女人，一会儿像男人，唯一不变的居然是变态。人类就是虚伪，总是要为自己的暴力找借口，还不如猴子。每个爬峨眉山的人，管你是男女是女，都被猴子打过。猴塞雷呀！哎呀，但是他们确实是打错人了啊！我是被猴子培训过的嘛。那个人看着我，我看着他，下一秒反手给他一拳，然后老师就把我抓走了。老师说：“哎，虽然他们不对，但你女孩子怎么能打架？”我说：“女孩子怎么不能打架？哎，我还没用我的终极杀招呢。”高中毕业，我去考警校，哎，体测的时候，考官一吹哨，我嗖的一下就出去了，考官都惊了，哇，这个女人拥有狗的速度，猴子的灵巧，猫头鹰的胆识，高分录取。毕业以后，我被分到了边境上，哎，我又回到了大山里。所长看我格斗很好，还问我跟谁学的。我说我师傅在山上。我所长说：“哦哟，世外高人啊！”然后他让我去适应一下大山。我牵着缉毒犬进山巡逻，看到树枝根本忍不住。回来的时候，我跟狗都背着柴火。我们所长都惊了，哇，这适应的也太好了啊！缉毒犬都干成柴犬了。确实适应的不错啊。虽然生活一直很艰难、披荆斩棘的，但山野给了我旺盛的生命力，让我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了。谢谢大家，我是火锅。
来，火锅锁票通道开启。火锅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次选这个内容？其实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套段子，虽然是才写没多久，但是因为我的农村生活就是跟动物一起成长，给我提供了很多快乐和能量，所以我选择了用它。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挺生动有趣的，然后也挺特别的，所以故事本身是很吸引我听的。但是我拍的时候稍稍有点犹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火锅它今天一上来可能顶得有点满，我感觉所以反而到后面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往下走，就是那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我拍了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特别可贵的，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当然它需要改进的地方也特别明显。我先说需要改进的地方吧。他讲的其实完全是个个人专场的一个量，因为你讲的是一个女孩，其实是从小到大到现在基本是一生，但是你要把它在几分钟之内完全讲完的话，你只能够说是面面俱到，所以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要不然来不及。但它的可贵在于它的那种活力，是，然后现场巨大的亲和力和魅力。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说是新人嘛，如果是资历很深就很有经验的演员，他在台上的感觉应该是两种，就是我的情绪很顶，但我又很松弛。但我们应该站在那儿的话，就只要我情绪一顶的话，整个人节奏什么都会顶上去，好像显得有一点紧。这才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内容我太独特了。是。我好奇，就是你现在身份是不是还能够多讲脱口秀，还是你已经可以？我现在已经辞职了。是为了脱口秀辞职的吗？不是，是因为其实我工作在编辑上10多年了，然后看不出来。年纪了看着，就我其实工作10多年了，然后一直都没法怎么回家。现在父母年纪也大了，我想回家多照顾照顾他们。啊，那是应该的啊。所以就辞职了。没关系，可以找我报警，我告诉我同事就行。那是准备全职做脱口秀吗？是。哦，那太好了，都是特别独特的，无论是警察的经历，谢谢，还是童年成长的经历，可能火锅未来是你在脱口秀这条路上无穷无尽的素材。再次把掌声送给火锅，然后同时我们也要请山河回到台上。没了，没事。我们来看一下山河和火锅的票数是。你看山河差1分290。山河差1票，我的妈！没事。恭喜山河晋级，火锅需要在等待区继续等待。可以，太稳了，谢谢大家。山河还是盾阵营，恭喜！这个稿子我想表达的是被霸凌和反击霸凌的故事，但把它藏得比较深。就一直把它藏深一点，因为希望观众先笑起来。听到我被打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发出一些难过的声音，心疼我的声音，真的很抱歉。当时我处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所以只是在旁边旁观，并没有做出什么。但这个事情这是我初中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依旧非常的懊恼和后悔。我希望当时如果能够有时光机穿梭回去，在那个时刻我可以站到他身边。我其实想表达的是没关系的，撑住，打回去一定会变得好起来。因为山河胜出，所以盾阵营要继续派出演员。盾阵营座椅够吗？盾阵营座椅够。盾阵营要派出来的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妈妈，她有很多关于家庭生活的故事想和大家分享。掌声欢迎小雪。大家好，我是小雪。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一个老北京的中年姐姐啊，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啊，2个孩子，其中有1个是女孩啊，另外1个是女孩。
老大今年都7岁了，老二也2岁了。但是我发现跟孩子在一起确实是会变得年轻。你看我现在每天变得跟孙子似的。2个孩子的家啊，我就说我们家那个地，就每天老大回来踢脏的脏鞋往地上一扔，我得把鞋捡起来洗干净放回原位。小老二嘴里啃过的玩具全扔地上，我得把玩具捡起来洗干净放回原位。老大老二拿我老公的牙刷刷地玩，捡起来放回原位。哦，你累不说，关键2个孩子老滋儿滋儿。北京话滋儿滋儿，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老哭，就是滋儿滋儿哭那种。小老二可爱哭了，有一次哭的可惨了。你们知道哭什么？哭自己5个手指头不一样长。哭了半个钟头，差点给自己哭哕过去。那我只能陪他边上嘛，你就等孩子情绪稳定了，你再好好跟他说。我说孩子，你看脚趾头也不一样长。老大也哭他爸不肯给他表演节目，不肯给他表演从9楼上跳下去的节目。我说孩子，你都多大了，你爸不给你表演这个节目，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爸还不够爱你。等孩子再一多呀，再哭就会出现一种人传人的现象。有一次老大又哭自己玻璃杯碎了，我说你不用哭，你可以想象成岁岁平安。他说我杯子没了呀，我说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又有新杯子了。老二一听他姐姐有新杯子了，老二就开始哭，我还得哄老二，我说我也给你换个新杯子。老大一听老二那杯子没碎，又给他一个2杯子，老大又开始哭。你们现在就闭着眼睛想这种滋儿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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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脑瓜疼不疼？那种感觉就是两岸猿声滋儿不住。那你不让孩子哭，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孩子们再拿牙刷刷地玩。更热闹的还在后头，我老公摔了一跤，轻伤啊轻伤，那个腿是粉碎性小骨折。老大很懂事儿，跟我说，他说妈，这叫岁岁平安。我说你爸差点给摔死，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又有新爸爸了。老二一听他姐姐要有新爸爸了。我还得哄老二，我说我也给你换个新爸爸。老大一听，老二那爸爸没死。又开始滋儿滋滋儿滋滋儿滋，给我气的，我说谁也不换爸爸，还是原来那个。2个孩子不哭了，我一想到还是原来那个，我又开始想。所以说嘛，2个孩子这个性格挺好，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这嘴不闲着。这个在咱们这个性格艺人爱人学里头，这个算什么？这算是艺人，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性格的那个极端，讲一讲我的爱人。哎呀，我的老公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其实上一期也跟大家聊过，我跟我老公还是很般配的，就是属于大家眼中那种最萌身高差。我的身高是1.70米，他的身高正好是1.58米。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就是我们是那会儿相亲那会儿别人介绍的，因为岁数都大嘛，就是相亲见面。第一次见面啊，哎，他看不上我，他看不上我。2楼的兄弟姐妹听见了吗？他看不上我。他说他理想中的伴侣是个小娇妻。我说你可拉倒吧，你都1.58米，你再找个小娇妻，你图啥？图你俩进公园能免票。就是我们俩第一次约会吃饭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人真不爱说话。你看，咱们就说正常，咱们吃饭点菜，你得叫服务员，对吧？人家不张嘴叫，你猜他怎么叫？他拿手招。
服务员不来，他可以一直这么静静的招。当时给我急的呀，我说你1.58米的个儿，你跳起来喊都没有人看得见呀。就这么着。我说那假如咱们这就着火了，着大火了，你也这么叫人吗？他说那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会快招。有人说姐，你说他都这样了，你找他干嘛呀？就是他虽然他不爱说话啊，但他有一点好，就是他听我的话。你看我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就是老公是可以进产房陪产的，我说机会难得，要么咱们就是拿手机，你拿手机给我录个像，咱留个纪念，是不是？人真听话，真录。但是那会儿啊，是我把生孩子想简单了。你知道我们家那个老大生下来多重吗？落地10斤。有些年轻人可能对10斤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我说一个孩子10斤相当于什么分量？百度跟我说的，相当于一个孩子的分量。生不出来很费劲，人家老人家真听我话，我让他录啊，人家就站我对面，站医生边上，就举着手机静静的拍，那种安静给大夫都给拍毛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家属来取证的呢。大夫都看不下去了，说你媳妇儿那生孩子2钟头啊，跟他说话，说点你最想说的，你非得别人提醒才反应过来，赶紧走到我边上跟我说，你还有充电宝吗？保大和保小中，他选择了保电。但是你说他虽然不爱说话啊，但是他是说心里话，他心里惦记这个家，咱这是实打实说。有一次啊，从单位下班回来，从兜里拿出一个手指包的东西，里3层外3层包的可仔细了。我说什么呀？打开一看，里头是3个车厘子，可大个了。就是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买的那种，就是最顶级的高级车厘子，买了一大箱，发给全单位，分给他3个，没舍得吃，都包给我了。当时看到那个我就在想，我说哎呀，我要是能嫁给他那个同事该多好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婚姻中的匹配没有说谁是谁什么十全十美的，是不是？老天爷就给我这么一个迷你款，就是他身高不高不重要，他不爱说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人心里他有没有你。我不需要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我要的是我一语言，矮子就行动。而且在我们家我也不需要巨人呀，在我们家我自己就能顶天立地，以后我还能带出2个小巨人。我是小雪，谢谢大家。万千！他这磨的太成熟了。小雪的索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小雪。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们这个第2轮啊，有一些演员朋友和第1轮相比，就是换了人了。对，太高兴了。对，我今天是完全没有想到，而且我觉得还挺难讲的，因为都是讲家里的这个老公的事儿，然后孩子的事儿，我觉得很难讲出一些新意或者是有意思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反正就是感觉每一发都扣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太好笑了，尤其是那个充电宝。对。他一上来就已经疯了，因为别人一般讲吧都是讲自个儿孩子可爱的事儿，他一直在怼自个儿孩子，就是哇塞，您老公听了这个肯定开心极了，1.58米对不对？我一蹦起来1.6米得有，哇操！啊，我太好了。哎，小雪，你自己觉得第2轮和第1轮相比完全不一样吗？没有，这2个稿子都是我的孩子，都是啊，2个 key 的啊。啊，对。key 的啊，这是3个了，3 key 的啊。这个稿太棒了，就是你怎么就想到，就是说你要写一个东西，但是你开始怼自个儿孩子这事儿是怎么？
这个角度太北京了。还是很喜欢孩子，很喜欢孩子的。我知道你喜欢，没人觉得不喜欢。我就说那种态度，就逗着玩儿，只有特喜欢孩子才能讲出来这个。刚才罗永浩老师那个灯瞬间出了一些问题，罗永浩老师差点把这个灯砸了，真的是，因为就想给你拍，急的在那儿不顾教养，跟他们工作人员发飙了，因为我一定要在结束前拍这个灯，表达我的敬意。因为有好几个点连着那个包袱是必须得拍的，那一家太棒了。罗老师一直在灯。一般说来我都会到最后是的，但是他这个他这个够2场的，太精彩了，就是太密和太高级了，然后全程把自己老公黑得死去活来，支离破碎了感觉，但是到结尾也没怎么煽情，我们就还是瞬间感到那种浓浓的那种感情。是的，对。我特别为小雪高兴，因为刚比赛前我们俩在外面碰到，她还特别担心的跟我说怎么办呢？说好像压力很大，因为她也明白在现在的脱口秀舞台的审美上，大家其实好像听到一个女性讲家庭、老公什么，内心其实会有一些顾虑，就是好像女脱口秀演员有一些枷锁被打掉之后，又有一些新的说这个你最好不讲。所以我今天特别替小雪高兴，就趟出一条路是可以讲的。我希望能听到你讲更多。太棒了！为数不多的还没有结束自己表演的时候，场上的笑团的4灯就全部都亮了，全部失控，必须的失控这个词儿太对了，就是太好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基础上，小雪，你能不能直接晋级？来自笑团的4灯40票是满的，像我的年龄。我们来看一下小雪是否能直接晋级。这直接进吗？肯定进了，直接晋级，直接进。全场最高，这最高啊，最高，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女演员。恭喜小雪直接晋级，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选手当中票数最高的选手。小雪，厉害！谢谢！太夸张了，太厉害了！谢谢！太好了！谢谢！太好了！你们北京孩子啊，坐。我一点儿都不意外，我一丁点儿都不意外。我看的第1场脱口秀演出里面就有小雪姐姐，就是她让我看到啊，脱口秀这个东西好好啊。我觉得，打破了我一个所谓的自己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吧。之前会觉得说，观众比较年轻，可能不是很 get 到讲家庭、讲孩子，但是小雪姐就完美的破掉这一点，也是给我一个强心针吧。那有很多的女性在职场之余，她就是妈妈，就是妻子，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部分女性的生活，她可以去表达，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够再把一些新的束缚放到自己身上。人不是只有一种形态才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还蛮不错的。我入行时候只听过学姐的传说，因为学姐中间有段时间回归家庭了，就从这个行业离开了。最近这几年学姐又重新出来了。我俩19年认识的，6年，她在台上坚持了很多年了。她是最早的一批脱口秀演员，脱口秀陪她经历了婚姻，陪她经历了孩子，陪她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她把这些事情又反哺回来，在脱口秀舞台上把这些事情分享给大家，她总会抽出时间来。我要的是我一语言，矮子就行动。我这辈子我也没有拿过第1，我是一个中不溜的人，到了一个中不溜的年纪，过着中不溜的生活，我没有想到老天爷把这个第1给奉献给了线上，这次反而倒让我相信了，就是这个手链嘛，这个手链是我的大女儿，就是知道我要来那个就是要离开她了，她亲自给我穿的，
啊，一个7、8岁的孩子，真的一针一筋的认真的去穿每个柱子，穿完了以后，我感觉孩子都老花眼了都。祝妈妈演出成功，祝妈妈演出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算我请来最宝贵的一个东西。马上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仍然来自于顿组。第一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轮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他向往的生活。掌声欢迎瑞瑞。瑞瑞压力大了，老瑞让他顶住，看他稳，规则稳。哎，大家好，我是瑞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比赛压力太大了，就是最近新写了好多稿子交给编剧老师，他们看完我新写的，然后让我写新的，压力太大了，就随便聊一聊。我老家是东北的一个农村啊，但是我不喜欢农村生活，因为经济条件不太好。大家来的时候，今天下雨了，对吧？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连雨伞都没有。赶上下雨，家长给孩子披个麻袋就出去上学去了，这是真的。而且也不知道为啥，家长是不允许孩子在披麻袋的时候笑的。这个什么破笑话？但是我喜欢。脱口秀完了，真的不太喜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东北农村也度过了充满着迷信色彩的童年呢。小时候有一次发烧39度，家里找人给我看了一下，就确定了病因是什么支原体感染导致死去的亲人回来看我了。治病那个办法也非常玄幻，叫立筷子。有人知道对吧？找半碗水，在水里面立3根筷子，同时念叨死去的亲人呢，就念叨谁这3根筷子站住了，就是谁回来了。我在旁边已经烧的不行了，他们在那边是谁谁是谁，迷迷糊糊，我以为家里按电话来了。是他舅姥爷呀？是他舅姥爷，你站住啊！他舅姥爷别打扰孩子了，孩子小啊，经不起折腾，你快走吧，孩子健康最重要啊！我心想，你还知道健康最重要呢？你但凡往我这边看一眼，就应该先过来把我嘴上的沫子擦一擦吧。哎，他念到我舅姥爷的时候，3根筷子就站住了，那肯定是我舅姥爷回来了，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啊？它总不能是在水的张力以及空气压强的作用下，让一个轴征询对称密度小于液体的木质材料就站这儿了吧？那也太荒诞了！我舅姥爷生前一点文化都没有，到那边当上物理课代表了。说实话，你念谁都能站住。你说是特朗普吗？真的也能站住。用这个办法给孩子治病，你想想太危险了。当天幸好是我们老师不放心我，然后来我家看我，幸好是他来了。他一进屋都懵了，说你们胡闹，然后一把抱起我说你得跪着信才成。真的，东北农村物质和精神2个层面都匮乏。就是我们的小学是一个危房，就那种东倒西歪的。大家看过太多那种站得笔直立正的，你们看过常年少熙的房子吗？就这么少熙，就这么站着。而且大家知道，它的顶棚是塌的，赶上刮风下雨会有那种砖头土块掉在顶棚上，特别危险。就是孩子在教室里面坐着，眼神里面充满了对知识和生存的双重渴望。后来我也想开了。就是砸到谁，这孩子就是没有读书的命吧？可能。真的，有一天是赶上刮风下雨嘛，然后他天气很不好，房顶噼里啪啦响。我们老师看着房顶也很无奈，他跟我们说那话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孩子们，
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还没说完，我们就跑出去了。那天，你知道，一群孩子站在雨里面，就看着原本少些的房子好像要蹲下了。我就想，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呀？你说孩子在学校上学，学校不应该是象牙塔吗？结果他说风雨中。就是我有点真的不理解吧，不理解。朋友们，我今年35岁，我前35年就努力做一个事儿，就是走出农村。我非常努力，我想在城市里面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直接出生在城市里，他一出生就能看见高楼大厦、公交、地铁、预制菜，是吧？都得有啊。因为我在沈阳生活，现在勉强凑首付买了个房子，就非常努力。现在在城市里算站稳脚跟了。然后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家本身就是城市里的。有一次我俩聊天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未来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她说她这辈子最向往的生活是去农村整个小院儿。我说excuse me。我说你要整啥？他说我想去农村整个小院。我说然后呢？他说围上篱笆，种点小花，整点苞米，养点鸡鸭。我说你说是不是去过我家？哎，他说他喜欢农村那种氛围，我觉得农村没有任何氛围可言呢。他开始求我，他说我求你了，咱俩回农村生活吧，咱俩回去吧。我说我努力30多年出来接你来了。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他一样，他从来没有去过农村，他太向往了。有一段时间我是拗不过他嘛，带他回了一次我们农村老家。出发之前开心的像个小麻雀一样，然后我俩出发了，随着车程越走越远，周围的山越来越多，他开始害怕了。我这么说吧，后来我递给他的水他已经不敢喝了。中途我还接个电话，我说我们快到了，都准备好了吧？挂完电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开心了呢？他说你是爱我的是吧？真的就是因为那天走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也发现环境变化了嘛。他跟我说，他说你们村真挺破的，就我想过你们村破，但没想到这么破呀。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是镇上，还没到我们村呢。他说那你们镇上的标语写的挺好啊。我说哪个标语？他说那写着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我说对，每桶茄黄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我都没有他阳光。什么玩意儿？农村孩子接个商务不容易，你们干什么？这都属于注重项目，你知道吗？就是当天真的，我们走了好远嘛，所以后来终于到我家了。但大家知道，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人的兴奋会大于紧张。一到我家就开始兴奋了，因为他一进大门看见院子里跑那个活鸡，到这我知道。这个叫溜达鸡儿，哎呀，溜达鸡儿真好。但大家知道，农村呐，民风淳朴，我妈也分不清这是夸奖还是点菜呀。那是溜达鸡儿最后一天溜达。第二天去我大爷家串门，他说：“你快看。”大家有大鹅，你家都没有大鹅。大家知道农村呐，民风淳朴，大爷家也没有大鹅了。那几天夸啥死啊！有一天啊，他们聊天，我妈跟他说，她说感谢你选择了瑞瑞。她说阿姨你千万别这么说，瑞瑞特别好。瑞瑞我说你别夸我，别夸我。就是我为什么会带他回去？我以为回去一趟能打破他对农村的幻想，但没想到他去了一趟还是很喜欢。但我知道原因是因为我们只住了7天，就再住时间长一定会觉得不方便的。7天也是我的上限了，也是我们村的上限了。
再住我爸就在金山打猎了。真的，现在我觉得现在出门在外嘛，很少再能回想起那个农村老家了，很少了。但是往往想起来的时候，都是我在外边不如意的时候，还有就是填户籍所在地的时候。朋友们，真的，我35岁，但我还比较感性。有时候我幻想过，就如果有一天我不管在干啥吧，突然就猛然惊醒，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小学的课堂，然后我同桌会问我，他说你刚才怎么了？我说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边我变成大人了，走出农村了。也住上楼房了，但后来我们也不联系了。他让我比较关心一个事儿，就是上初中我们用上新教室了吗？我说放心吧，小学毕业你就不念了。他说那我想联系你该怎么联系？我说那你就找半碗水。这家我认识。瑞瑞的索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瑞瑞。瑞瑞，你觉得你这个赛段和上个赛段相比有变化吗？我觉得这一场会比第一场的时候自信很多，会放松很多。尤其学姐炸成那样，我就彻底放松了，你知道吗？就随便讲呗呢，就这种心态。然后就也感谢大家，我感谢大家的倾听，感谢。小雪那个，我相信要后边接的人是所有脱口秀演员的噩梦。我还想，哎呀，这个谁接谁倒霉啊，就一直在那儿焦虑。没想到你云淡风轻的就把这个翻到跟他不相上下的水准了，太棒了！真的特别为你高兴。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能再要求听一遍那个密度压强？来那段贯口，它总不可能是在水的张力以及空气压强的作用下，使一个轴中心对称且密度小于液体的木质材料在重力平衡点上正好站在那，就仅此而已吧？你说？可以，练过啊！能走农村孩子的人是不一样，特别为你高兴。就是感觉我跟你说，所有的语言都是扁平的，无法形容我此刻立体的开心。我太为你开心了，你终于有自个儿的舞台了，特别。我知道这，因为从去年开始，大老师就说你特靠谱，但就是那个对，我知道，一直到今年，好在是有一个表现能让您两位也放心了，就谢谢您一直的支持。太好了啊！我特别就感觉到演员这种慢慢的累积特别可贵，因为我过去这一年，我经常会刷到你的直播。啊，您也会刷到我直播吗？我直播间总共就17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其中有一个会是我。哎呀，所以我特别高兴，就看到有人突然一下子是吧？把他的光彩散发出来，绽放的感觉太棒了啊！我告诉大家一个信息，瑞瑞算是广智发掘出来的。广智现在后悔了，有点后悔了，有点太厉害了。去年跟瑞哥一块演出，然后没有接住他。然后我又问他，就是有没有节目找你，他说没有找他，然后我就把他推荐来这边，但他肯定还是他自己比较厉害。然后今天终于在这个舞台上证明他自己了，然后证明我的审美没有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最后夸瑞瑞的收尾是夸自己？我这个人就不要脸，我就是我就是我喜欢不行吗？张老师怎么回事啊？不行吗？张老师怎么回事啊？对了，这演出我多少有一点功劳，这啊，不是我那个何老师，以您现在在脱口秀的地位，还有什么是不行的呢？没，您老师。我觉得现在最行的事儿，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瑞瑞的票数。好，校友团4灯全亮，瑞瑞需要有人发起挑战，还是瑞瑞难道又能直接晋级吗？请看。晋级了吗？晋级！哇！谢谢。
瑞292票，直通晋级，掌声送给瑞瑞。谢谢，200，有你200，有你200，瑞哥牛，太牛。瑞全场封面，瑞全场封面。没想到，当头顶黄灯亮起的时候，我就感觉那种生命的光环呐，就给你加冕了。总决赛什么都不用去了，就这场就够了，打完了。这个味儿很正，而且瑞哥有巧劲儿，就是你看着这个人长得很糙，但是他讲段子的时候是很可爱的，对他的魅力，今年就发挥出来。我真羡慕东北的朋友们，他们因为生长环境和语言体系天生就很幽默。我来自辽宁沈阳。辽宁沈阳，辽宁沈阳。我是黑龙江大庆，跟我说这是个东北剧，结果是个沈阳剧啊！经济环境不好，都出来讲脱口秀了。辽宁省沈阳市，吉林省吉林市，延吉，辽宁省阜新市。他俩正统大连人，他瓦店，大连的一个郊区，他比我纯一点，他的意思。辽宁省鞍山市唐安县高丽坊镇永安村1组村东头，这是个 rapper。就是生来的那种幽默感，然后欠儿喜欢接话茬，直截了当，不绕弯，也不拔高境界，就绝不上价值。话感就让你开怀大笑。而且东北幽默有一种更现实主义的东西。你怎么整上大词儿了呢？还就是土啊，土接地气，接地气。包装一下咋的了？还有最主要是押韵，对押韵468，一句话说就是二哥。大伙烧2天，罚我爸6000。你要是文学的话，我喜欢邵雪涛那个飞行家，平原上的摩西。我喜欢猎人，有些小片段会特别有意思，我喜欢那种。基本都是从小品开始的。昨天、今天、明天。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是我老公，他是我老母，我属鸡，我属虎，我73，我85，哥特别炸，特别炸。什么玩意儿？对，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精彩，精彩！拍电视剧最好的就是马大帅，对，真好。那懂了，我就是露出破腚了。什么破腚啊？那叫破绽。我爸那么大，能走丢了？你爸大还是城市大？范德彪就应该都属于4大名著这一类的。真的，哈姆雷特应该是马大帅，应该是并列的。哈姆雷特和范德彪就是全是逃不出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窘迫。对，精辟啊！然后我想看一下那个东北一家人，我感觉那是我最早的喜剧启蒙那种感觉。还有什么仙人马大姐，是不是也东北的？天津仙人马大姐。那我这段掐了别。你是一个热心的人啊！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还有这为了圆上那个梦，为什么我在这唱人转呢？为什么呢？这不是脱口秀节目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的就给少的拜年啊。少的给老的吧，斗反天罡了。但现在更多延伸出很多绝技的东西，比如说那钻圈、吹什么手套。我会那个用鼻子吹手套，拿那个杂技手套套脑袋上，然后这么吹，就是那个能吹可大了。你在咱东北夜场看过是不是？他会翻铲子，就是两个木头翻铲子，然后跟打出快板那个点儿来，这个是活，纯活。说的是天塌乌云地塌风，小鸡崽儿就怕那老妖鹰，丢人就是。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作为一个工具人，我什么权利都没有。你要干嘛？但是我现在想，如果特别优秀的，我打算撕衣服。小刚来了！看一看，小刚穿的跟梁龙一样。没，梁龙老师不是小刚老师，没，你要干嘛？哦，拍灯。哎，要不您坐我这儿？哎，我这灯您拍。您能少说2句，我就谢谢您了。对吧？谢谢啊。好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下面的选手一个比一个优秀，并且打得难解难分，我想
请导演组认真的考虑我现在提出来的请求，就是我想突破30个名额。好啊，同意。对，就是比如说我们都会拉出总榜，那么总榜和已经晋级的朋友里面的哪位的分数，比方说是同分，我们可不可以？同意。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让更多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在下一轮里面继续绽放？好，我就是这一个提议。请导演组，我们演我们的，导演组的各位老师，你们现场开你们的会，好不好？他们已经开完了，马上仍然是来自同意对25个惊叹号，25个惊叹号。导演组现在在提词器给我发来了同意。所以，这样各位放开了打，好不好？好。下面一位来自盾阵营，上一期分享了他自己要做爸爸了，这次他要分享的是自己父母的故事。掌声欢迎季业。你们好，本来以为是盾打矛，盾封起来连盾都打，吃了上盾没下盾呐。雪崩的时候没有一个瑞瑞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组，没有必要。你看这个颜色，很符合我们脱口秀行业的现状，青黄不接的就是。很开心，很开心。给你们来一些290票以下的表演。我先站了，我可要造起来了，造起来！好，第一期分享了自己当爸爸的感受，很担心，我其实不太知道以后怎么教育我的孩子。我的童年就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真的。小时候，我爸对我实行的是那种挫折式的教育，就去澡堂洗澡，他都亲自给我搓背。每次去，我都感觉自己被家暴了，手劲儿太大了 ，AKA 浴池阿童木。他给我的澡巾都不过水。有人被砂纸打磨过吗？给我毛孔都搓开了，把我一个宝宝搓成海绵宝宝了。我说爸爸疼，我爸说这点疼都忍不了，没进社会先被我爸磨平了棱角，得亏我不是岳飞，刚刺的字给我搓没了。我妈也不太重视我的教育，唯一的一次鼓励是在我高考之后，执意要给我办升学宴，给我庆祝一下，不知道在庆祝什么，庆祝我考上了山西省内最顶尖的3本。我妈也不是重视我，就是想收份子。我高考成绩200，亲戚份子钱收500，别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妈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妈还想邀请我的老师们，我说妈妈，哪个老师敢来呀？你不要在饭菜里给老师下毒吧？那假如老师真的来了，那个场景也太像《小时代》了。我妈端起酒杯，今天我们之所以相聚在这里，是为了庆祝我们家最优秀的孩子季业。太滑稽了，真的，每一句感谢的话听起来都很像阴阳啊。没有老师的辛勤栽培，季业走不到这一步啊。感谢老师付出的心血，老师也害怕我也没付出心血呀，不会就是今天吧？教育我们家肯定是帮不上了，我其实更担心孩子的身体，我很怕孩子长不高。我们家有遗传，我妈1.5米，我爸穿鞋1.5米，他俩的婚姻算是5-5开，真正的男女平等。小时候一看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爸妈都比较胖。真的，我们拍全家福就像在开派对，蛋仔派对。
走丢了谁也找不到谁。有一次逛花灯，3个人都走丢了。正月15那天，就我们家没有团圆。后来听告五人的音乐，特别有感触，爱人错过呀。6岁的我就明白了，真的，父母在，不敢远游。我现在1.75米，不算很高，但你们只要知道我的起点，就不会嘲笑我的终点。我中的第1张彩票是基因彩票，很怕我的孩子没有这么幸运。我小时候就经常遭到别人的嘲笑。我初中身高1.3米，没有课桌高。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我像一只鳄鱼。我在班里上不了台面。我的同桌是个男生，我俩身高都很矮，上课就显得很暧昧。别人上课举手，我俩举案齐眉。同学给我们俩起外号，叫他武大郎，我比他矮，算武大郎的弟弟，我叫武次郎。我也很担心孩子的长相，我怕他太像我了，长成我这样太吃亏了。上个月我参加一个活动，跟我一块参加的还有一个帅哥，真的太帅了。我朋友安慰我说，长成这样也没有什么用，我还得跟你一块参加活动。当时安排了一个化妆师，同时给我跟帅哥化妆。冷知识，朋友们，我自己会照镜子。我知道我跟帅哥在外貌上的差距，但这个化妆师很专业，但没有表现出来。真的，他没有说我不化了，这个钱我不挣了，但是他会通过一些细节透露出来，但是不如表现出来。他给我化妆之前会深吸一口气，但是他给帅哥化的时候是呼气，呼，你们能懂跟呼的区别吗？这是化妆师的支气管对于不同相貌的生理反应。我以为化妆师卡痰，没想到化妆师卡盐。他对我俩的形容词也不一样，他先夸帅哥帅，然后接着用一堆副词来修饰帅，超帅、巨帅、特别的帅。他要是打字的话，我已经不认识帅这个字了。夸完帅哥，化妆师转头对我说：“季业，你真白。”我在等下一句，没有下一句，就一句你真白。我说怎么就一句？喜欢刘震云，一句顶1万句。我夸馒头都不会只夸真白，单走一个白，不拿副词再修饰形容词了吗？超白、巨白、立白都行啊。语言这么匮乏吗？小学学的知识都忘了吗？白的像雪，红的像火，粉的像霞呀。他不光夸帅，他还说帅哥是那种乖巧的帅。我第一次知道帅的颗粒度可以这么细，丑就只有丑。我有人说季业你好丑，但你是那种忤逆的丑。而那个化妆师会先夸一遍帅哥帅，然后再转头夸我白。我知道化妆师想端水，但是我没见过一碗水能端这么陡峭。端了一条黄果树瀑布，水端不平可以洒在地上，不用泼我脸上。他夸了一天季业真白，只有我知道季业不白，粉底液白。我一直在担心孩子的外貌和教育，我怕他跟我吃一样的亏。直到上个月家里聚餐，我爸聊到未来出生的孩子，我爸说你不好看，智商又不高，孩子以后肯定不能像你。我说是啊，因为我像你。我媳妇儿打断了我们的对话说，孩子为什么不能像你？你虽然这样了，可我也爱你。当时我特别触动，我特别想问我媳妇儿，我说我哪样了？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我跟我的孩子一样，不管咋样都是他爱的模样。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一声长叹之后的季业索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季业刚才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哎，特别是他在那2位选手后边也是特别难接的，难接。但是你上半段我觉得几乎接住了，而且甚至有一种感觉要打个旗鼓相当，然后我就抓耳挠腮的在这儿期待。但是后边重讲帅哥和你的那个开始啊，就感觉那个作品的后半段的内容跟前半段比下来了。对，因为它是一个新段子。对，所以你感觉前边磨的是非常精致的，然后那个后边感觉就是当然匹配不上前边的那个质量和高度，
有点想把拉大车的意思就是。其实不差，但是就下来了。我懂。对对对，希望你理解。我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我知道，罗老师，我对你的感情你可能也不知道。就最近，疯狂在你的直播间里买母婴的用品，买的太多了。而且罗老师直播间真的很便宜，就是。基本上我跟罗老师同感，就是一上来的时候我还是很疯狂的在笑，然后因为加上前2个确实太炸了，然后我跟鲁豫姐的感受都差不多，我们有点笑不动了，完全笑不动，已经有点笑哑了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季夜讲的内容。谢谢老师。我就是到后来我完全笑不动了，就是我身体上我的笑已经跟不上了，后边的确不如前边，但是依然我在中间某个地方我一定会拍的。是的。所以它还是一段我觉得相当不错的段子。就是感觉都特别好，然后那个基业就是感觉家里特别爱他，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家哈。对，基业家。那个大老师，你能不能每次就不要这么突如其来？哎呀，笑话不突如其来怎么说呀？好嘞啊，对，没事啊，然后就铺垫一下。所以最近是不是参加节目写稿，就是有点就是心里头就是对，已经完全是整不过来了啊。没事，我们来看一下季业的票数。需要毛总开启讲麦，毛总要来了。李文，刚好我跟季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如果能在一起演出的话，特别开心。我俩真是好朋友，对，真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他外面有多少假朋友我不知道，但他跟我这儿至少是真的。季业稍微休息。好。我们下面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是目前场上仅存的一位在校大学生，掌声欢迎李玟。嗨，哈哈，谢谢，我是李玟啊，然后。我现在在读研，然后呢，我已经研3了。上周我刚结束我的毕业答辩，啊，好难啊，朋友们，好难啊！那个硕士答辩真的比本科答辩难太多了，因为本科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论文写的是什么东西，我那个硕士论文，你别说来个硕士，来个院士都看不懂，没有人看得懂。导致我整个答辩的过程非常没有自信，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个过程就能感觉到，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心存侥幸，脸上写着一行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站到那个讲台上就不坚定，本科的时候站上去特别坚定，站到那个讲台上，不管下面什么教授，上去就打招呼，老师们好，我是李玟。那个硕士答辩偷感太重了，一站上去就开始表演，站到那个讲台上就开始了。尊敬的各位教授好，很荣幸参加这次答辩。我是朱老师的学生。朋友们，每句话都是技巧啊！尊敬的各位教授是抬高对方，很荣幸参加这次答辩是降低自己。中间那个是装可爱。最后还要自报家门说我是朱老师的学生，这是告诉他们打狗还是要看主人的。而且答辩之前还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叫做抽盲，就是要抽一部分论文送去盲审，这个很难的，容易挂，没有人想被抽到，抽之前都在那祈祷，在那许愿了。我说不要抽到我，不要抽到我，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我室友听了都着急了，他说呸呸呸，那论文的事儿就不要提天灵了。答辩完了有个感受，就是我感觉答辩跟讲脱口秀没什么区别。我在那个答辩讲台上特别卖力的讲，就是为了下面那些人给我投票。中间还做了4个导师，我讲的那些东西他们一听就想笑，但是也没关系，他们还是会特别的包容，因为下面坐的是朱老师和他的朋友们。我已经悟了，朋友们，我已经悟了，讲脱口秀就应该跟答辩一样，上去我就虚张声势了，也不管真的假的，我上去开始表演，站到这个舞台上我就开始了。尊敬的各位观众好，很荣幸给大家演出。我的稿子是李诞改的，随便说嘛，就是随便说。我的研读的就是这样，就是很一般啊。我读之前就有个人劝过我不要读研，是我爸的一个好朋友叫刘叔叔。
刘叔是什么人呢？刘叔是一个暴发户，他连高中都没有上过，但是乘上了时代的春风，靠着养猪发财了。所以他一直觉得读书没什么用。你跟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他说猪中自有黄金屋。这他自己回忆起自己没上高中、没考大学这些事儿，一点都不遗憾，一点都不后悔，他只觉得庆幸，甚至觉得好险，我差点就让知识改变命运了。所以他一见到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他特别喜欢出各种问题来考我，因为他希望能考到我，然后证明你看读这个书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印象中有一回跟他见面，在那个饭桌上喝的都已经不行了，就开始问你，他说：“小李啊，我问你啊，你们研究生一天到晚都研究些什么东西啊？”我心想，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你要考研啊？哎，但人家是长辈，你还是要好好回答的。我想着，那我就说一点专业的知识，把嘴巴给他堵上。我说我在研究甲苯歧化反应生产对二甲苯。我没想到他跟我说，我懂，苯是有毒的，猪吃了都要死。你还是注意安全啊。我说刘叔是这样啊，我们大学生呢跟猪啊，还不一样啊。这个甲苯跟苯也不一样，甲苯比苯多一个甲基，甲苯相对安全。我以为他就没什么好说的，结果他跟我说，我懂。那你为什么不研究真的呢？朋友们，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完我就明白了，他根本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也听不懂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是单纯的想考我。所以我也想通了，我可以随便说。我说因为真的很贵啊，我们买不起。朋友们，我以为我在阴阳怪气呢，没想到他一听说我说我们买不起，他整个人直接燃起来了。他说你买不起，你跟刘叔说呀。要多少钱？就感觉他非要发起一个那种金钱跟知识的战争，我感觉他在羞辱我。我说要100万。朋友们，我报了一个天价啊，因为1瓶甲苯只卖25。没想到他想都没有想，他对着我发出了一个开汽水瓶盖的声音，他说100万，刘叔给你出。哦，你就研究那个真的。我说啊，我当时感觉刘叔叔这个爹味儿好香啊。我觉得自己太厉害了，朋友们，3句话，这个男人为我花100万。当然我知道刘叔叔是喝多了吹牛，但还没有喝够。刘叔叔再喝一会儿，他会开始继续讲他的人生，讲他从养猪这件事情学到的技术和经验，甚至从猪身上学到的哲理，滔滔不绝，滔滔不绝。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想举起酒杯打断他。我说刘叔叔别说了，敬朱老师。但刘叔是不会停下来的，刘叔是不会停下来，他会继续讲，他会讲他的猪场。他说他现在的猪场有多么的先进，多么的现代化，所有的猪都住在单间里面，每天他们会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房间里面还放着他们喜欢的音乐。我还没有听明白呢，我爸拍了我一下，他说那跟你有什么区别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桌上正放着一碗小炒肉，我看那个小炒肉，我说大概是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吧。就讲这，谢谢大家，拜拜。李玟的锁票通道开启。李玟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内容？因为我的段子大多数都是依托一个人物，然后一个场景讲一个故事。然后我这一次选择了一个这个故事呢，是想讲一个我对读书和上学这个事儿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读书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听到一些这样的长辈，他们可能有一些幸存者偏差，讲到一些我觉得可能觉得没有那么正确的话，所以我想把自己的观点也来讲一讲。反正我听他的故事，我感觉很舒服，然后就是感觉是在那个身边的一种活灵活现的感觉。是。而且李玟的脱口秀有一个特点，你看这2次嘛，都有一个人会被我们记住。对，朱老师和刘叔叔。朱老师一直在，我就稍微有点遗憾啊，因为上回那个太棒了，然后那种感觉吊人一下，然后记住了。
特别棒，就会特别盼着。然后从那个真假那块完了之后就没了。刘叔叔没口头禅呀，就没有创造一个口头禅出来一个，就是那个特别来回来去绕你的那个笑点，识别符号，对，有点小遗憾。你看他形象气质，然后很从容和很舒服的那个表达演出什么的，都是像是脱口秀里边有很多什么泥石流啊，或者什么，他就是典型的小清新的那种风格。李玟，其实你和刘叔叔谁也不用说服谁，你们只是有各自的追求。美团闪购可以帮助你们两个进行交流，你帮刘叔叔买一本书，刘叔叔送你一头猪。美团闪购做你的黄金屋。哇！这场就是哪儿都好，但是每一个维度上猜出来都比上场差了一丢丢，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就没拍。你会每一场演出都会有一个构思精巧的脚本，还原一个你见过的那个人物。这个作为一个系列的演出，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就希望能维持到上一场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更加的吸引人，是不是？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对。再次把掌声送给李玟。季烨回到台上，来看一下季烨和李玟的得分情况。季烨245顺利晋级，同时李玟要在等候区继续等待。走进来了，太难了，我快睡了，这个是。没事。盾组现在只有一个人了，这是盾组的最后一位演员。在上一期，他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对生活的想法。这次呢，他想聊聊对自己的一些感受。掌声欢迎 Kid。大家好，我是 Kid。二楼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最近时常感觉到自己被夹在中间，不上不下。比如我的学历，我是一个很普通的本科，很难直接被观众认可。你看我们这些高知演员上来，哥大、北大研究生，观众立马就认可了。观众说啊，那他一定很有深度，啊，那他一定很有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说我的学校，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在台上说我的学校，观众只会说啊，他讲这个干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普通本科，不上不下的，包括我的名次名气，你们都不知道。过去的一年，我和这些有名的朋友们出去，有多少次给我认成他们的经纪人，又有多少次给我认成李行亮，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的难受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非常的。我做啥了？我有啥做？包括我前两天写一篇商务稿，非常认真，熬了1周交给甲方。你知道甲方说什么吗？甲方说不想要这么普通的脱口秀，问我看没看过付航，看没看过呼兰。我当时真有点急了，我说大哥，这是看没看过的事儿吗？男足踢成这样是因为他们没看过外国人踢球吗？他们不是每4年固定看一次吗？那该不会是他们打开电视一看世界杯，恍然大悟，我靠，还能这么踢吗？还能往门里踢吗？那只会是外国队一看中国队，我靠，还能这么踢吗？很难受。我说我普通有什么错呢？你知道，我甚至每一次我在台上听到那个田忌赛马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会深深的和里边的中等马共情。中等马太惨了，每天都有随时要被下等马赶超的焦虑，又有努力就能成为上等马的错觉，但他们都不认可你。上等马觉得你们不一样，下等马觉得你们是一样的。你压力最大，你想啊，田忌跟上等马、下等马说的肯定是就同一句，放轻松，走个过场就当玩了。到中等马这儿，您得好好跑啊。
啊，我们齐国这大环境你也看到了，你不跑，有的是马想跑。然后再 PUA 你。从我第1年参加比赛开始，我们老板都会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说：“好好发挥，你是我眼中的一匹黑马。”后来一对，他跟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公司全是黑马。然后你们也看到了，这几十匹黑马每年就这么跑啊跑，跑啊跑。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我努力就能跨越阶级成为上等马，但其实真正的跨越阶级不是成为上等马，而是成为田忌啊，朋友们。我随便举个例子，奇葩说有人看吗？我非常爱看奇葩说，每年一比到那个决赛，那个预告片就是让我们一起期待谁能笑到最后。我说谁能笑到最后？马东呗，谁能笑到最后？是不是？他都不是笑到最后，他是从头笑到尾，从白天笑到晚上。晚上出来一看，哎呦，天都黑了，那我们赶紧开始喜人奇妙夜吧。人生的真相，无尽的轮回，上中下等马都是别人牌桌上的筹码，你能改变什么？你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我还行，因为上学那会儿我就是普通班的中不溜，但我心态特别好。有一天我同桌学崩溃了，哭了，说火箭班那些人过的才是真正的人生，我们前途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命运不一样，我们没有任何一样的地方。我说，哎，我们交的学费是一样的呀。那么心态，什么前途、环境、命运，在我这儿就一个，就是爸妈不一样。咱们是比上不足吗？咱们是祖上不足，你知道吗？那要是本来我那个成绩我是考不上大学的，好在我碰到一个特别好的班主任。碰到他之后，我也是发现了伯乐也分上等伯乐、中等伯乐和下等伯乐。那高二开学的时候，他来班级里说算总分，去年我们班是普通班的倒数第1。但同学们，这不是失败，只是我们恰巧不擅长算总分。所有人必须在这个学期找到各自最擅长的一门猛攻。有同学说，老师，我没有擅长的。班主任说，孩子，人是不可能没有优点的，放心，老师陪着你。语文不行是英语，英语不行是数学，都不行咱就是艺术。朋友们，我当时才明白什么叫应试教育。甚至他那句话我一直受用到今天，就你不是失败，你只是恰巧不擅长。我们大家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嘛。最顶级的上等马也会有下等马的地方，咱们可以跟马斯克比睡眠嘛，跟贝多芬比听力嘛，对吧？你痛苦就是来自于你要往上比嘛，往上比啥呢？咱们往下比呀。一旦往下比，你就会发现上比不了，但那下比如有神呐，你知道吗？就是下比如有神。当然，我不是要劝大家躺平，我只是觉得当全世界都为难你，你要做第一个放过自己的人。我就经常对着镜子说 Kid， 你可能这辈子能摸到的上限就是平平无奇、默默无闻、晚晚泪亲、Lululemon， 这就是你这辈子能摸到的上限。你得放过自己，因为别人不会放过你，他们甚至会给你的普通分类，他们会说你可以平凡，但你不可以平庸。听过这句话吗？你可以平凡，但你不可以平庸。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巨生气。我说这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近义词吗？我都平凡了，为什么还给我分那么细呢？那我也可以在这对有钱人说，你可以富有，但你不可以富贵。如果你非要富有和富贵，那你可不可以在富有和富贵的同时是我的父亲呢？是吧？你这个。我这不较劲，那很多朋友会较劲，咬着牙，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更不理解这句话。你看，我们从潜意识认为河西更好，但有可能你到了河西，你也会发现河西的房价是河东的2倍。你也会发现河西也分外环、中环、内环。我从来就不想要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生活。我想要过那种30年马东、30年马云的生活，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给我这种生活嘛？命里没有就是没有。你说我没想过吗？我当然也想过。我第1年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想我要炸场夺冠，脱颖而出，做人上人。那一天我想的热血沸腾，我要在我的书桌上刻上拒绝平庸。刻着刻着发现庸不会写，立马就接纳自己。当时我看着我桌上的拒绝平广，我说相比较平庸，我好像天生就更擅长平凡。讲到这儿，谢谢你们，谢谢。
帅的 ，Kid 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Kid。提到了中等马的理论，还挺有趣的。是，但是您仍然没有拍灯。对，就是 Kid 肯定是他比较好的一场演出今天。然后，哎，你是真的跟自己和解了吗？就想开了吗？还是只是一个节目效果？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节目效果，这只是我现在的处境，没有人不想更好。我好像很少给你拍灯，咱们也好多季了。对。但其实我觉得你天分是非常好的，不是假惺惺的，就特别喜欢你，很期待，非常期待。谢谢罗老师，谢谢。我觉得 Kid 从上一次的那个 PPT 那个之后，他就已经完成蜕变了。我觉得那之后他就一直是非常好的，包括这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我只是觉得美中不足，就是有个别的梗，它不是特别的新颖，或者它在我的预期之内。其实我是这样，因为这也是最近10天新写的一篇稿，然后今年来录节目，其实想要做的突破是内容多一些功能性。因为可能很多隔着屏幕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累了一天了，我觉得我们可能脱口秀得需要做这种当电子榨菜的功能性。去年就一直是讲自己的事儿嘛，我也有很多痛苦都还没有讲，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今年就不想太从自己出发了。就是想一想，大家最近可能喜欢听点什么，或者说想听点什么，和我想讲什么，在其中找到的平衡，找到那个 balance， 我就写了这篇稿。真的，我要说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觉得那个下笔如有神，那个双关语那个点，能够安慰到很多人，是吧？那一下我都觉得就是心里退了一点。然后他那个点特别好，什么跟贝多芬比听力，对。然后因为贝多芬也不会说自个儿是上等马，因为他不会说中文嘛。然后但是重点是在于。没事，你说了他也听不见，没事，因为是吧？可能是真是他也听不见啊！我要掐住命运的喉咙。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释然，因为所有人都是上等马，得多着急啊！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上等很多时候是虚的吧？因为我见过很多所谓的上等人，不是站在高处，是被钉在高处，你明白吗？他们很疼的。然后其实中等什么下等有点不好听。就是有自个儿的逍遥，有自个儿的自由。其实，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番风景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是这样的。谢谢。我觉得他帮我解决了一个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吧，算是一个问题吧。就是尤其是我第一赛段来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其实反复的跟导演组说过，就是我在所有的这个校友团里面，我觉得我的这个脱口秀的专业的知识是不如别的老师的，所以我就很焦虑。我完全不同意。你对脱口秀的 sense 是特别好的，你只是少听了几个脱口秀名词而已。嗨，罗老师，我刚刚那一段其实只是为自己做个铺垫。看看，幽默了，非常棒，非常棒。我错了。然后我现在要转折了。好，甩包袱甩出来吧。就是听了 Kid 讲的这一段之后，我反而觉得我解放了。我其实不用做这个校友团的上等马，我就当一个野马。我就来我的这个感受，我的乱说的赛道就好了。野马很好啊，奔驰起来，做野马最开心。掌声送给 Kid。谢谢。我们来看一下 ，Kid 现在是30票，他是不是要迎接挑战？这是盾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对，毛组还有3位，分别是阿修、步惊云和小四爷。那么有没有人要跟 Kid 开启抢麦？倒计时开始。站吧，站了，站吧，小四也说不定可以，站吧，都站起得了。小四爷，因为他已经是中等马了，但我还是个新人，我还是个下等马。没有，您是黑马是吧？来吧，咱们赛啊！来 ，Kid 稍微休息一下，站起来，小四爷加油，加油！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
通过上一场的表演挤进了贫穷赛道，今天他将继续和大家分享穷的感受。掌声欢迎小四爷。哎，好，谢谢啊！大家好啊，我是小四爷。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演员上来的时候都会特意跟2楼的朋友打一下招呼啊？啊，其实故意的啊。要不是你们能投票，没有人在意你们啊，没有人。啊！但是我在意啊！你们好啊！你们好啊！谢谢啊！对啊，当然你们也好哈，你们也好啊！对啊，行，开玩笑，说回我自己。哎，其实我在讲脱口秀之前，我是在小剧场门口检票的，啊，对，当然检票员工资很低啊，低到什么程度？我爸有一次问我工资多少，我说完之后，他安慰我说：“他说没事啊，别人在上海吃香喝辣的，你应该都能闻到吧？啊，没事，他们只是比你先闻而已啊，毕竟闻道有先后，啊。”每个月都月光，但是有些人月光他是主动选择的，赚的多花的多。那像我这种赚的少的，就属于被动月光。就是我也不想月光，但是上海不同意。说是月光，其实我的钱每个月都坚持不了31天。啊，对于我的钱来说，我每个月都是闰月。但为了省钱，基本不吃早饭。一天只吃2顿饭，明明是住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却总有一种住在廉价酒店的感觉，就是不含早啊，小钱我也舍不得花啊，经常出地铁站一看下雨了，旁边有卖伞的，根本舍不得买伞，我就等雨停，结果雨越下越大，我还跟雨说，我还是喜欢你小的时候。这怎么一眨眼这么大了？你小时候还教过我呢。我都这么穷了，就让我生气的是，还是有人想让我多花钱啊！我之前租的房子涨价了，得重新找房子。中介跟我说，他说其实你不如加钱租旁边这个带阳台的，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说自己没钱，我就说我要阳台也没有用，现在还不想跳。他不死心，继续劝我说：“阳台晒东西方便。”我说不用啊，平时有什么需要晒的，我发朋友圈就行了。他为了这么一房子不贵，劝我说：“其实也加不了多少钱，平均一天也就1顿饭的钱。”我说那回去考虑考虑吧。中介说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说考虑少吃哪顿饭啊？我还碰到过卖保险的给我打电话，让我买保险，说一天也就1顿饭。我又没1顿饭。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险啊？他说意外险。我说饿死算意外吗？他说不算。我心里想确实不算，少吃那么多顿，我饿死那不是意料之中吗？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销售的话术都差不多？我甚至还在地铁口碰到推销健身房的，缠着我说：“哥，做活动不贵，其实对我们男生来说一天也就1包烟的钱。”我说我不抽烟。他说也就1杯奶茶钱。我说我也不喝奶茶。他那你吃饭吧。也就1顿饭的钱。我太讨厌这句话了。我说你知道我一天吃几顿饭吗？你们考虑。
你知不知道在你之前已经有2个销售让我没饭吃啦？你再扣我1顿饭，怎么我还欠你1顿饭是吗？哦，你想让我再出去要1顿饭给你啊？要是都按照你们销售说的来，我就变成了有阳台、有保险、天天不吃饭，还去健身、空腹有氧。刚上跑步机我就跑不动了，教练说你没吃饭呢。我说对呀，不是你在地铁口让我少吃的吗？还空腹有氧，再空腹下去，有氧对我还有用吗？氧对我都没用了。氧对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助燃。火化的时候烧的比别人快，肯定比别人快，因为我已经在健身房燃过脂了。以后再租我这个房子的人肯定也开心啊，房租肯定便宜啊。好，凶宅，而且是凶宅里面最吃香的类型。我是个饿死鬼，谁怕饿死鬼？饿死鬼一听就很弱，拿个面包就能把他迷住。吃去吧你啊！就我觉得这些销售对钱的态度是有点双标的，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多花钱的时候，语气多么不在乎，对吧？一天也就1顿饭，但是当我们要跟他们讲价，他们好像对钱又是那么的吝啬，对吗？他们说1分钱都不能再少啦，那再少我就要赔本了。但你一个销售能赔多少钱啊？一天最多也就1顿饭的钱。你不是不在乎吗？对吧？反正我是不会听他们的，我更不会少吃饭。我一有钱就吃饭啊！当然，如果有做销售的朋友，也不要觉得我对销售这个职业有偏见啊，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销售啊。不过我没说过一天也就1顿饭，因为我淋过雨啊。之前讨厌这句话是因为生活确实窘迫，现在吃得起饭了就没那么反感了。我现在甚至欢迎销售朋友们给我推荐带阳台的房子，毕竟上节目了啊，要晒的东西多了啊。行，我今天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哇，太厉害了！小四爷的锁票倒计时，热烈的掌声！他太厉害了，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师课太强了！各位现场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很多演员可能会被前面你们的沉默吓死，但是小四爷仍然叫不疾不徐啊，就在他的节奏里，真的是，而且就这么一顿饭，真是，而且那句话说的特别有魔性啊，就1顿饭的钱。我也想说，他那个音调特别的洗脑，他越说越长，越想撒娇，对，撒娇呢，说干嘛呀？就1顿饭的钱。而且他那个拿着一顿破饭不停的翻的时候，我心里在数5分、6分、7分、8分，数着数着我已经乱套了，数不了，而且最后还能扣回来，真的是炫技一样的表现。怎么想出来的？就是那么1顿饭的钱，就这点事儿。
而且我甚至觉得广智幸亏转型了，要不这个穷鬼赛道他也守不住了。对，打不过他，有他来守，太狠了，太狠了。没有。哎，但是穷鬼赛道里面现在有一个新加盟的高寒，高寒是装穷，没有，高寒是落魄的凤凰。我比他俩有钱多了。你看看，高寒，你觉得小四爷这段表演害怕？害怕害怕！我上回我跟他 PK 嘛，然后我们后采，我说你这样稿还有几篇？他说他有一个主打秀。我说那我以后再也不跟你 PK 了。哎，小四爷，我问一下，就是说了脱口秀之后，你的那个生活有变化吗？现在住上了40平的出租屋啊，现在啊，以前是也是个大单间。大单间啊，10平啊，10平啊是。而且还有一个消息，大老师，哎，就是他在那个有了钱之后，其中一项消费就是去看你的演唱会。没有啊，没有，哎，没有，是大老师比较慷慨送给我了，感谢，对，感谢老师。只是我听说您是这个第一次看演唱会，对，确实是人生第一次，所以非常感谢你。本来这不是我的消费水平啊，本来没多贵。然后，但是重点是在于您感觉看得开心啊，开心吗？很开心，比脱口秀现场嗨多了，真的。我给登的第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小四爷太厉害了，他一上来先挑战所有人不一样的说法。他说2楼的朋友啊，就是我先冒犯观众，因为我最开始爱上这个脱口秀的点就是在于我看那个国外那些，我说上来能这么跟观众说话呀？因为有底气嘛，我先得罪你，一会儿让你迷死我。也没有，对，就是这个一下让我想起来，就是最开始爱上那一瞬间喜欢这东西的那个点，因为我从小没人跟我说还可以这么说话呀，那一下我必须得拍灯，然后一下让我想起来我最开始看上这个艺术的魅力。是的。然后今天现场还有4笑喜剧的主理人谢海涵啊，因为那个小四爷是在他们的俱乐部，怎么样评价小四爷今天的表演？就是在他上台之前，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我旁边这个老王还有说你笑，我其实一直紧张，我替他紧张，然后我其实有点笑不太出来。然后结束之后，我觉得他做到了。他之前给他的标签是全村的希望嘛，然后我觉得就在这2场，他做到了他的这个事情。他还有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说那个鱼小的时候，哎，鱼，我还是喜欢你小的时候，你以前还教过我呢。啊，对啊，感觉他的全是出乎意料的，只知道还会翻，但翻成啥不知道。这就是天才的部分哈，你很难想出来这东西，为什么会这么想啊？厉害，真的棒。小四爷，我想对你说一句话，下次呢，你要是碰到下雨，就千万不用担心，也不用焦虑，直接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雨伞就能直接送达。你要记住，美团闪购既是你的及时雨，也是你的保护伞。谢谢。现在第2轮全是惊喜，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小四爷，谢谢。同时 Kid 回到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全场的票数是。肯定小四爷265和28。275、285。哇哦，2个人都很高。小四爷276票晋级下一轮 ，Kid 260票也很高的票数。稍微休息。小四爷强就强在他这个太怪了，我估计他就是未来10几年、20几年可能不会撞型，而且小四爷其实是一个攻击性比较强的演员，就是他今天上台第一句话说2楼的观众其实没有人在意你们，那个挺酷的，我很喜欢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我觉得他太 real 了，太真实了。他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嘛，因为我们之前没有2层。这是一个简单真相 simple truth 的一个喜剧技巧，就像说，哎，皇上好像没穿衣服，就像那个小朋友一样。喜剧演员很多事情就是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然后大家就会笑了嘛。我觉得他就是有极强的洗脑能力，接下来好几天可能一直都在那边念叨，也就1顿饭的钱啊。我不知道像不像。你怎么知道我一天吃几顿饭啊？你知道我一天吃几顿饭吗？我一天只吃
一顿饭啊。我一天才吃几顿饭呢？你就一顿饭的钱，小四爷简直太有才华了。你知道我一天吃几顿饭吗？高斌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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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连续2次都输给了对手，会有点难过吗？其实你说不难过嘛，是假的。但是，哎，这个比赛嘛，就是票数其实就说明了一切，就说明你还是写的不够好。但是最起码表达了我自己想表达的。我就希望很多朋友在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哎，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处在这种困境里，然后可能笑一下就过去了。我觉得幸福就是取法其下，得其中。按照现在的规则，因为我们盾阵营所有的演员都已经完赛了，我们将正式开启通榜赛。本场30个晋级名额，目前晋级区22人，还有8个晋级名额。参与通榜赛的选手将和目前待定区票数排名第8的 Seven 竞争。那么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在第1轮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小的身板，大大的能量，掌声欢迎阿秀。2楼的朋友大家好，1楼的朋友好，大家的辛苦，谢谢大家。我叫阿修啊，我性格非常犟，所以大家可以叫我修犟。对，本场唯一存在的一个2次元。我犟的地方是我坚持在网上当一名零氪玩家。零氪的意思就是坚决不花钱，零花钱。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是我有一次看《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居然要会员。朋友们，我这个眼镜、这个发型、这个身高，小柯南，我告诉你，我靠我自己的 IP， 居然要我 VIP， 我不出，我不可能开，我决定去借。问我朋友借了一个，我正在看，他突然发消息给我，他说我登不上号了，你到底看了什么视频？我才发现那个平台有一个规则，就是普通会员不可以同时登录2台设备，把他账号冻结了，我赔了他30块，30块，我2顿饭的钱。从此我就发誓，我不可能再为会员花钱。后来我看一部剧，也是推理剧，但它不像柯南，它是柯南南，我很喜欢它，但当时没钱开会员，我特意对比了一下，当时的平台都是不开会员，等1个星期看，或者看5分钟广告看，没有问题。我没有工作，我多的是时间，我只有时间了。什么等1个星期，我等你1个月。但是那个平台没有给我一点机会。他太爱会员了，他让我这辈子，我这是第1次看见啊，1、2集免费，5、6、7、8集免费，3、4集 VIP。我说啊，不连续剧。我本来就是正常看完1、2集，我说很好看呀，然后点开第3集没有画面哦，直接蹦出个2维码，我以为是广告，我看了5分钟，我才意识到他在向我要钱。我说你要这样搞可以，我3、4集不看了，真不看了，要钱不看了。第5集免费，我看第5集啊！你不是推理剧吗？我也可以推理。然后我就点开了第5集，准备开始我的推理啊，跟上节奏啊！第5集一上来就是一个女生准备跳楼了，我没有见过她。这很刁钻。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张陌生的脸，真的我不配。那第5集一点开，
女生就穿着白色裙子站在天台上，准备 CT jump， 就准备跳了。这个时候那个镜头开始往下挪，楼下站着2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去救他。我说干什么呀？我都想去救，我想钻进屏幕里救他，然后问他3、4集发生了什么。我当时真的有点脾气来了，但脾气有，钱确实没有。我就找其他东西推理，我发现我不能看3、4集的全片嘛，但我可以看预告片。预告片30秒，我说没问题，30秒足够我推理了。点开了，说是30秒，没有啊。点开那个预告片，没有1秒钟画面，我看了30秒，弹幕。满满平平密密麻麻的弹幕，同样的一句话：贫穷使我们相遇。我直到今天都有一点过敏，我听不了会员这2个字。有一天我看电视广告在那说会员果汁，我说不对，会员没有给我好果汁吃。我就想找个免费的会员，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些免费的会员，学一下读书软件吧？读书软件的机制你们知道什么吗？没有人读过书，好，它是那样的，就是你连续读21天的书送你会员，多好呀，朋友们，很人性化，因为真的在考验人性。像我们这种零氪玩家只有时间，我得不到会员不会恨你的，我只会恨我自己。但真的，如果你坚持了21天读书，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你不缺这个钱。比如说我这种人，我那天特意看了一下，我注册了1300天，读了70分钟，每天只读3秒钟，一个全新的流派，只看封面，内容不用看了，因为我可以推理。我知道我这篇稿子没有反转，也没有反击。甚至屏幕前的朋友们要开会员才能看见我骂会员。确实是的。我甚至觉得再狠一点，真的播出的时候可以这样播：我前面的演员段子 VIP， 我后面的演员段子 VIP， 我这一段免费。你不开会员，你就看我阿修纯享版。很好呀，给大家一个信息：贫穷使我们相遇，但我们并不孤独。谢谢大家，我是阿修。阿修锁票倒计时开启。谢谢。我对这个事儿还是挺有共鸣的。你也不买会员吗？我买了，买3个月，买3个月。然后看完我想看的，我就给取消了。但是我其实更有共鸣的一个点，他没讲。我相信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应该是有这个感受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去加这个会员去付费的时候很容易，但是你一旦想取消，对，你不知道哪很难的，找不着入口。以至于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取消的，没有找到。对，哇，好哇，对哇。我刚才稍微犹豫了一下，但我还是拍了。但我意思就是，我本来认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共情，但它很有趣，就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如果讲不好的话，其实它会显得矫情。但他讲的非常可爱、真诚，而且他不惨，这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说那个弹幕那是真的吗？就是贫穷让我们在这里相遇。然后我当时又借了一个会员，当时点击那个 VIP 专属，它是富贵使我们相遇。而且你知道，我有时候我就会较劲，我就看广告，我就看完它，我放着，但我不看，我等它过去，然后我看那正片。如果能等，我都会等的，我等你1个月都可以。我是觉得今天他演的这个其实攻击性非常强啊，但是听着就特别的有意思、可爱。然后我也希望，因为我最后这个灯是犹豫不决，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脑力、这样的发现，希望能够多看他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啊。因为已经到了通榜赛，
所以每一位演员在他们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会立刻看他的分数。我现在来告诉大家，阿修的参照分数 ，Seven 的分数是242票，所以阿修如果能够进到242票 ，Seven， 你就要从2楼回到1楼。那么如果阿修没有达到242票 ，Seven 就保住了那个位置。现在来看一下阿修得到的票数是。哦，我没有想到是206，我也没想到。很遗憾，阿修没有达到242，所以阿修先回到等待区。阿修一直在我旁边，他非常焦虑。阿修一直说好紧张。那我一上来就疯了。你那个也好，放心吧。完蛋了你。但是你会更炸，你现在好一点，你会更炸，阿修，你会更炸，放心，相信我。东西来的。他的技术技巧很浑然天成，但是自己的一些，他节奏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在舞台上那种自如那种可爱劲儿是特别好的。阿修太可爱了，阿修咋这么可爱呢？阿修是我在线下讲各种烂笑话，他笑得最开心的人。我很期待阿修以后做专场，我觉得能够听到一个非常酷的、非常飒的这种生活观察，我还是挺期待的。暂时坐稳了自己的位置 ，Seven 继续煎熬和焦虑，好吧？因为下面这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向就是气场很强，霸气就是他的标签。掌声欢迎步惊云。Hello， 大家好，我是步惊云。Hello， 辛苦了，辛苦了啊！我特别讨厌一些俗语，比如女人30如狼，40如虎。我今年35，如狼似虎。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今天来讲点虎狼之词也很正常。实话说，今天不是来表演的，我是来坦白的。前段时间我出轨了，在梦里，看给你们吓，大气儿都不敢出，感觉我刚要说我杀人了，你们都能理解啊，甚至有人觉得杀人那很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种梦。我那天看了一个电影，晚上就梦到他了。但我说出来怕对他不好。毕竟这种梦也不是人家主动要来参与的嘛。我们就暂且称呼他为燕。睡醒之后，我庆幸这只是个梦。我说呀，都结婚了，然后就开始自责，怎么醒来这么早啊？但那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到我醒来的第一反应是愧疚。当我扭头一看，我老公在旁边张个嘴打呼噜，我一下就从愧疚变成了愤怒，一把把他推醒。他说啊，咋了？有事儿吗？我说急事儿，你快起来，去健身吧。哈，自己做这种梦还开始嫌弃对方，这算不算精神出轨呀？我就在网上搜出轨，结果搜出来一堆公众号。他分析了很多男女出轨的原因，文章里说，男人在事业成功、得意忘形的时候容易出轨，低谷时期敏感脆弱也容易出轨。总的来说，男人容易出轨。当然，文章里也说了，女人出轨也不对，但他分析了一堆女人出轨原因的背后，加了一个词儿：不守妇道。哇，妇道是个什么道啊？我不知道。感觉我也走不了这条道啊，因为诱惑真的很难抗拒，即使一个梦我都反复回味，甚至那两天老想做这种梦，想多了我都觉得这不对呀然后那两天就疯狂喝咖啡，尽量不睡觉，减少跟俺见面的机会。
但你们根本不知道燕有多值得回味。那个梦过去很久了啊，但我还是记忆犹新。梦里的他穿了一个没系扣子的白衬衫，拉着我的手，很深情地说：“晕。”其实我选你，我说哎呀燕，不行，我还要守妇道呢。他不听，他对我疯狂表白，气氛非常到位。我甚至在梦里都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了。我说这就不能怪我了啊，人家都这样了，我再拒绝有点没礼貌了啊。再说家里那个黄脸公跟外面这些男人能比吗？要不我就先看看腹肌，毕竟这玩意儿以前就只在手机里悄悄刷过。我说燕，你过来。我醒了，梦到这儿的时候我醒了，我醒的可真是时候，气得我赶紧躺下想睡个回笼觉。我说燕，你先别着急走啊，太激动了，死活睡不着了。躺床上开始反思自己。对，我承认啊，我是一个很好色的人，但大家放心，一个女人坦白这些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危害。我再好色都不会造成男性群体的恐慌。我能去那男生的厕所下面偷拍，去阳台偷男人的破内裤，喜欢身材好的我就尾随偷袭那夜跑的男人呀！啊，夜跑群里都在疯狂转发我的照片，说大家注意这个女人啊，最近出门别穿那种紧身背心了，兄弟们晚上尽量结伴出行啊！不会的，男人都不会因为害怕我来就买几双高跟鞋放门口。毫无攻击力，我甚至都没法在大街上看见哪个帅哥我就直接上去言语骚扰。他要是敢反驳我，我就当街暴打他一顿，最后说我是精神病就好了嘛。我知道啊，我在舞台上一个女人说这些看起来已经像个精神病了，能理解，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这事儿就是很隐晦。我从小就被灌输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名声和贞操。我小时候第一次听我姥姥说贞操这个词儿我都懵了，我说这啥操？我还以为女人每天要做2套操，贞操和眼保健操。长大之后知道了还是有区别的嘛，眼保健操更有用。其实我很早都想在舞台上坦诚我好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女人欲望羞耻太严重了，我就要讲到她脱敏。讲到有一天你们听到一些女人的什么风吹草动，第一反应都不是搞清真相，而是表示理解，说哎，女人嘛。确实可以了，太高远了。前2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一个很年轻的女孩被造黄谣就跳楼了。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都特别难受。我觉得造黄谣太轻松了，被造谣的要是这么轻松都好了。现在都2025年了，机器人都能上太空了，还有人要为了贞操2个字丧命，好魔幻呀！我仿佛看见机器人裹着小脚上太空了。现在如果还有人问，你知道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活着，活着呀！啊，活着！等贞操这个词儿变成历史课本里的，放进博物馆里，跟那些曾经杀人的凶器摆一块儿，什么青龙剑、偃月刀、贞操。路过的小孩还要问说啊，
贞操是什么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你说对呀，他本来就啥都不是啊！谢谢你们，我是佩元，谢谢大家。步惊云锁票倒计时。双重压力，既是比赛的压力，又是我们很长的比赛的时间上的等待。最后一位表演者能够用这么好的状态，给我们整个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的第2赛段画一个句号。再次感谢步惊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其实有点看哭了，谢谢。就是因为这对我来说可能已经是最极致的在公众场合的情感表现了。就我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在很多人面前完全释放自己情感的那种人，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极致了。就是它很深的触动到了我。我太高兴看到步惊云在这舞台上，就是你一直在蜕变，但你长成了这么美好的样子，我觉得太为你感到高兴了，真的。谢谢。刚才很多的点，我看到山河也在那边抹眼泪。我觉得所有的女孩看到以后都会觉得又伤感又温暖又被鼓舞到，我觉得太棒了，所以谢谢你，谢谢所有的女孩们。很触动。从前半程的就是一直在笑，然后到后半程就是我相信我跟鲁豫姐的感受是类似的。然后当然我拍灯拍的比较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我的灯太少了，想要多让几盏灯，因为有好多想拍的点，很激动，就是整个段子让我热血沸腾的。那个就是就是这场不会哭的，我不是那种，对我只是有点激动。那个就是今天是我这么多年参加录制单一场看到很多熟悉的老选手实现了脱胎换骨的上了1个、2个、3个台阶这种蜕变的单场最多的一次，多到我不敢相信，像做梦一样。今天这个感觉，步惊云其实去年我已经感觉他脱胎换骨了，没想到短短的1年，在原来脱胎换骨的那层台阶上又上了3、4个台阶，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惊喜。还有我特别想说的一句是，这些年我们台上的女性选手越来越多，所以女性主义视角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多到有点像当年我们比如说穷鬼那个赛道，或者是老婆调侃老公，老公调侃老婆那种赛道上，都已经很多题材被讲烂了。女性主义前些年是缺失的，最近几年特别多。但是他完全找到了一个特别新颖和完全突破的角度，从头到尾在讽刺这件事儿，但是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我们都是要把手拍麻的这个程度，真的特别特别好。谢谢罗老师。我想加一句，我特别赞同罗老师讲的，但我想说，因为女性占了人类的一半，其实女性的视角就是人类的视角。它是毛嘛，对不对？最后那一句扎到了所有的那个点上，哇，那一瞬间我脑袋这蹦了一下，很漂亮。对，有时候就是感觉这些年一些东西，那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那一下，哇，就是感觉太震撼了。因为我常年追求的也是就是开心就好啊。然后，但是能够有此刻的这种震撼，我觉得感谢你的演出，也感谢生命能带我来这个地方看到你的演出，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四个老师，谢谢。每一次当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带来优秀表演的时候，我们都会一个一个去讨论。我很喜欢这个赛道的题目是矛和盾，脱口秀究竟是锐角还是直角
还是钝角，其实什么角都无所谓。在任何一种角度里面，都可以找到它包进来的范围，以及它触动的人群，以及触动的那个深度。再次感谢步惊云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步惊云最后获得的分数。Seven， 我有一个预感，请准备下楼。哇，厉害厉害厉害！掌声送给步惊云。没想到最后一位又是直接晋级，太好了，姐，很好，很好，太棒了。步惊云最能代表吗？他是一个把所有现实都戳穿、说出了所有实话的人，这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地方。我觉得布姐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赛道，就是当你想讲一个让人紧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先讲另一个让人更紧张的东西，看给你们吓，让大家戒备不过来，不知道该在哪儿紧张了，观众就会乱笑了。就是阴差阳错，他选到这个赛段的最后一个收尾，就是我们不需要所有的矛都获得胜利，但是一个矛获得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是把所有盾击碎的胜利。在舞台上哽咽那一下，就是动情了。我看鲁豫老师也哭了，娘也在哭，这段太好了，布姐。我当时有点想哭了，太真诚了，鼻子酸酸的，然后自己也是有个女儿嘛，还小，我也觉得我希望他们这些女演员能够把这些偏见给打破，把那些枷锁给打破以后，我孩子会生活在更好的世界里面。它像一把伞，一把大伞，遮着身边所有的女生，保护着所有在看这篇稿子，甚至她身边的所有人。布姐这一篇特别有意义，因为我每次在网上和热搜上面看到这种类似的话题，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她当时顿住和我当时咯噔一下，我觉得是一样的感觉。我当时心情很复杂。哎，我讲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想了很多之前看到的一些女孩因为社会的一种舆论压力，最后就轻生呀，这种包括女性社会上的不安全的这种新闻，我看到这种东西就非常难受，我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家女人特别多，所以我就觉得再多讲一些这种话题，以后我女儿这一代就会过得更轻松那种感觉，有一种使命感吧。我真的希望被这种道德的束缚约束的那种年轻女孩能听懂我给她说了3遍活着，活着，活着呀，啊，活着！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希望大家珍惜生命，活着才能有转机，才能看到希望。哎，你知道吗？我刚在台上满脑子都是你，我知道你很抢手，但我看上了。没人能抢走，你等着，我这就来。那个布姐啊，哦，没事儿，是茄黄啊。对啊，不行吗？行啊，当然行了，毕竟每一桶茄黄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酸甜浓郁，大家都爱吃。那当然，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嘛。你要不也来点？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都是误会，都是误会。理论上来说，因为步惊云晋级了，那么 Seven， 你先移步下1楼，因为我们按照原本的30，我现在要恭喜有8位可以顺利的晋级，晋级的朋友分别是小齐、秋瑞、张俊、雪冰、Kid、Echo、王大刀。我们现在先请这几位移步到下一赛段。太棒了，是。因为刚才我提出来了，各位太优秀了，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选手能够进入到下一轮。于是，
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合理的理由啊。这个合理的理由要指向已经晋级的一位演员，是目前晋级的朋友当中分数最低的朋友，他的分数是232票，小快。哎呦我天！所以，我们为了不给大家留遗憾，我们决定所有大于等于232分的选手全部晋级。小丽姐进了，小丽姐进了，小丽姐加油！跨哥造福了人类。哎，小快，你先来说一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我今天发挥有点太好了，应该再少点，让大家都进就行了。哎呀，有点懊恼现在。哎呦喂！早知道多讲错几个梗不就完了吗？真是。对。所以，让我们恭喜 Seven 火锅、李玟和王小丽，恭喜4位进入到下一个赛段，请移步晋级区。拜拜拜拜。感谢宽哥，哎呀，感谢宽哥，感谢都是我该做的，感谢都是我该做的，感谢宽哥。丽姐，都是我该做的啊！感谢哥，哎，我该做的，该做的啊！比赛就是比赛，所以在我们第2轮第2赛段结束之后，还是有一些朋友要遗憾的离开这个舞台，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名单。让我们感谢一下大国手王颖、孙熙、阿修、小蝶、吴鼎、李梦洁、韩大狗，谢谢8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为这个舞台带来的精彩的脱口秀演出，希望明年在舞台上还能看到你们，加油！拜拜。有点少，我有点庆祝这种失败。就是慢慢你会淡化成功和失败这2个概念，有点遗憾，有点不甘，有点委屈这种感觉，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个分数。我在等我想做的事儿，真的等了很久很久，所以我每次上那个舞台，觉得那个舞台就是我的。别看我的段子是那样的，但是我心态或者是精神健康方面，在这帮脱口秀演员里面排第2，说第2是为了严谨，所以遗憾的就是，就是没陪小丽姐走更远吧。玩的好的目前就我王颖跟他，这俩人都走了。我希望我们长沙上马的朋友都能坚持下去，友谊长存，线下再见。如果你来看我的演出，希望你不用带脑子，我就是一个很混乱、很轻松的人。李梦洁，记住你看比赛的感受，记住你看大家的感受，不要背叛脱口秀。我节目播出之后会挨骂吗？我第1轮播出会上热搜吗？放手一搏吧，别顾虑太多，天有绝人之路。他说不是现在。我该怎么克服太强的完美主义的心理？不行。我在乎的留下来的朋友都会快乐吗？谁能给你答案呀？谁这么厉害呀？孙叔。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给我答案之书的时候，我就想，谁能给你人生答案呀？我想的是，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干吧，来自小七。就没想到这么简单，这么简练，充满力量。我在这半年里能写出更好的段子吗？我的专场能写出来吗？多久可以写完下一个专场？谁能给你答案呢？谁这么厉害？孙书恒，好烦呐，这个人。哎，王姬，你的高光时刻在下一刻。
屋顶不劳而获。我们下次再见，咱们线下见，明年再见，明年再见。希望2026年大家再相见。欢迎大家来线下看我，大家看我的演出。朋友们再见。脱口秀活动的朋友，第2季第2赛段的比赛矛与盾之战到现在就全部结束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晋级名单。恭喜，现在一共有34位朋友晋级，其中毛阵营14位，盾阵营20位。作为获胜方，盾阵营的所有演员将在下一赛段获得优先的选择权。恭喜所有的晋级演员，希望在第3个赛段看到你们更精彩的演出。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超多演出等您来看。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比赛仍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下个赛段再见，谢谢各位。把脱口秀当成盾的朋友，其实也挺能理解的。盾，我个人感觉是自我反思会偏多一点，他可能更注重自己生活啊，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吧。脱口秀作为一个盾，能把他的内核相对保护起来，然后到台上去，让他自己觉得相对心里觉得安全一些。有很多事情他可能原来很在意，写上脱口秀以后就不在意了。他们想用生活当中的幽默小事，可能会冲淡你更大的疲惫或者痛苦。他们也是在遭遇很多的困境，我觉得他们的内容也很有力量。当成毛也是一种选择，可能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有更多的期待吧。他们更想要把自己心里的憋屈、委屈和受到的一些负面情绪想展示出来，他们想要用交手的方式去保护自己。他可能想击中那些欺负他的人吧，反击那些不良现象，他不能理解的事儿。他们可能是活得比较确定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勇敢，敢说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好的事。用手里的笔当利刃，就是用脱口秀、用笑话的态度来讽刺这个尖锐的现实，或者说表达自己这种愤怒。他们那个喜剧就是他们的武器，双截棍一样的。哇，年轻气盛，那不拿这个东西劈出一片天来。你这个很矛盾，你们这个话题真的很矛盾。可能外界会对我们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啊，说我们应该不怕这不怕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控制恐惧，但是恐惧它不会消除的。就可能别人对你做些不好的事儿，但是你应该说点什么，喊点什么，但是你没有，因为你羞耻，你就什么都没说，沉默了。对自己的沉默也挺质疑的。我在跟父母的这些交往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会觉得自己的心是很软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好像也在审判我自己这么软的内心。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观众笑？你是要去迎合、去讨好观众的笑点，还是说用你自己真实的想法去打动那么一小部分的人群？你像现在大部分脱口秀演员都是那种年轻人，他们敢于去打破一些东西，在这种内容中去输出他们的强观点，这也是一种力量。我希望在笑过之后还能留下一些东西。希望你讲出来的东西能让大家觉得挺有新意、眼前一亮那种感觉。工作中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希望可以通过脱口秀来消解。我希望我能够学会反击，跟生活反击，跟别人反击，能让我自己主体性更强一点。我不想再想开了吧，我希望别人也能想开一点。好，我希望你开心，你希望我开心。我希望可以去保护到更多的人。感谢脱口秀让我在他的保护之下一直在发芽生长。
感谢你一直保护我。好了，闺女，别啧啧了。你说你现在给你换个爸爸，他真的来不及呀。哎，但是妈妈给你准备了 A2 紫药 HMO 奶粉，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有 A2 紫药 HMO， 你俩呀指定能成为闪耀的小巨人。但是女儿啊，咱们要慢慢的学会，别依靠你爸爸，还是得构筑自护力。哎，我不是让你们靠自己努力换个新爸爸啊，不是，我是哎，喂。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黄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call back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就要吃乐事，分享美味，快乐加倍，感谢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第3赛段的规则非常刺激，叫做交朋友赛，累积得票数高的队伍获胜，低的全部进入待定区。这个票数根本很难追回来了，就基本上已经赢了他们。对，待定区的演员会按照个人的得票数进行排名，26个晋级名额，8位演员将在本轮结束后遗憾离场。反败为胜，哎，追回来了，追回来了！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大的朋友们第2季，欢迎大家！海珍为什么哭了？哭对了，李玟是少见的非常干净的男生，没有说各位不干净的意思。你不找补那一句，我都没想到自己脏。你是今年毕业吗？对，我就是真的上周刚打电网。上什么？你在说上什么？上中专打电网。答辩这个词对你来说都是生僻了吗？是。让我们开启游戏环节吧，粤语猜词。我識講廣東話嘅。没你这个。OK。杭州。来了一个朝鲜人。哦，杭州。向左。我們的感情好像鐵路機。沒錯。下一個啊。过了。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黄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想看城市，脱友全国巡演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延伸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12点更新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阳光我就灿烂，给个破框，我就能下蛋。给我头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屁头有概念，我反弹，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玉帝城传媒、寇儿小姐、王半仙、跳海大院、密斯汉谟拉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偏不看，给包鲜艳。